2.0 新角色黑天鹅花火即将来袭，这 1.5 真是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。让我们把想要角色布外玩到端服大家都迷上，相信大家都很好奇这样一位角色的技能机制和人物强度吧。本期视频就为大家带来黑天鹅花火的角色前瞻分析，投币10经验，转发5经验，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，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。3点专注武教，后续也能第一时间获取星穹铁道最强东西。首先是上半的黑天鹅，作为太服以来第3位限定虚无角色，虽然端方没有明确给出黑天鹅的进一步信息，但我们依然能从一些细节上捕捉到有关他技能机制的蛛丝马迹。首先，黑天鹅的日配是著名的升天木人美，只提这个声音的名字，一些观众可能会比较陌生，但我只要记出月姬、东马和沙、本条二亚这3张王炸，就一定会触动不少 B 站老用户的 DNA。而这些角色中，二亚还跟黑天鹅一样拥有自脚他人剁去的能力。此外，最离谱的是，升天木人美本人还和塔夫塔的西威伊藤静是至交好友，这两人当年甚至还组合出道发布过联名单曲。再加上星间旅行开头第一幕就是塔夫塔跟黑天鹅一样的这弯牌，那他会是谁的售后，应该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既然黑天鹅大概率会加入塔夫塔领衔的 DOT 体系，那想和同为风系 DOT 手的桑博竞争，他的技能组除了标准的叠层分化外，多半也会有一些额外的特殊机制。而我们知道，目前的虚无角色能提供的增益效果，除了 DOT 伤害外，无非就是减防、减烫、驱散、易伤以及弱点附着。而3位4星虚无已经占满了易伤的赛道，那黑天鹅想要做出差异化的话，则应该跟减防、减烫、驱散有关，同时还可能会推出附加伤害、无视防御，甚至抵抗削减等额外机制。当然，黑天鹅也有可能会重铸 DOT 农庄，直接我全都要。但不管怎样，作为星穹铁道 2.0 版本的开门大西，还是2个版本后的全新角色，黑天鹅的强度明显不会低于现在的毁灭3息，再加上 DOT 体系的角色不吃双爆，特选装追多，背也相对简单，对平玩家也更加友好。然后下半的热子人花火，这是太服以来第2位限定5星童鞋。要知道目前的普什童鞋强者如鱼，这都是人权角色，其中布尔尼亚在本期混沌回忆更是以 96% 的登场率超越罗刹，比肩浮玄，长度尚且如此，那花火这的5星限定强度那不得直接上天。此外，花火还是目前独一无二的量子童鞋，大概率能继续补足量子纯色队缺失的增伤城区。要知道量子队这几个5星的输入能力可都不弱，只要得花火带上与行星相会，再加上3套匹诺汤尼，即使花火什么技能都不放，全队都能自带 54% 的常驻量子增伤，等同于每人多发1颗量子球。再加上花火这张例会直接把量子图标染成红色了，这应该就是明示量子战舰人均主系，全队都能刀刀烈火了。而且花火戴的可不是普通的狐狸面具，而是鼎鼎有名的狐妖百丈主，其原型的花火一样擅长变化万千。这玩意儿放其他游戏里，那可都是东方一体的人权辅助。再加上这金鱼元素和红色浴衣，真就套身女主模板。该不会你有的100%拉倒吧？同时他的西位上田丽奈也是典型的人权专业户，他配的单羽、上雷芬尼、红莲，哪都不是绰号时就强到爆炸，所以花火的强度应该也是不用担心的。不过这次2.0的塔池从时间来算，应该会从2月8号开始，差不多就是咱们过春节的时间节点。而众所周知，老米家的游戏只要涉及到春节版本，那可尽是些强度爆炸的片车角色，像隔壁的胡桃、艾海参，还有之前的云墨、石绿，哪都不是保值度在2年以上的必抽人权。再加上寒假期间，老米为了吸引新玩家入坑，不大会在塔池里放一些强度一般的角色，可以说黑天鹅花火的实力绝对有所保证。再加上他俩一个裸背双马尾，一个裸足小凉鞋，这下真是不得不抽了。不过春节这个时间点，那可真是强敌环视，不仅2.0塔池可能会赚上隐月、浮玄还有罗刹的附特，而且前一的版本还会时装首位限定5星童鞋软梅，这些玩家的钱包是真的要大破了。不过有句老话是天然的辅助，雨水的主吸，2.0这样的新角色里资源有限的话，肯定更优先考虑花火。但如果你切换主吸且资源有限，没办法从零开始展出量子战舰，那么花火的强度也许得不到完整的发挥。此时保住软梅，再争取黑天鹅是否会更加合适？所以你最近打算抽谁呢？感谢大家3点多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